今天我们接着来聊美国总统川普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贸易战。说实在的，最近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眼睛都是黑眼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东京啊，跟美国有11个小时的时差。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美国正是白天。你睡觉之后啊，这川普一会儿发一个帖子，然后呢一会儿又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你不关心吧，都是大事儿；你关心吧，晚上就睡不好觉，夜不能寐呀。要说这美国总统川普，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习近平啊，这世界2大最重要的国家的元首啊，从我们做新闻的人角度来讲，真的是让人操心，心操细碎呀。你看，在昨天半夜，美国总统川普就发帖子了，发什么帖子呢？他说啊，由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尊重，那么我们前2天不是说了吗？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是104%，不行，从104%现在直接加到125%。那剩下的70多个国家都找我们谈判，都怕我们排着队来给我拍马屁，是吧？好了，那此前我跟他们说要加关税啊，都暂停，延缓90天，给了90天的这么一个宽限期啊。在此期间，税率一律只加到10%的一个基准税率啊。要说啊，美国川普啊，现在是对全世界发起的贸易战，俨然已经变成了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而且这场贸易战已经进入到了拼刺刀的程度，很少还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了啊，更多的都是一些情绪方面的价值。这事情呢，原委呢，还得从4月7号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4月7号的时候，川普就说了，他说4月8号中午之前，中国如果不取消针对美国的34%的那个报复性关税，那么美国呢要对中国加征50%的关税。他当时还说了，他说我跟习近平是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不希望他们犯这么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中国。4月8号这一天啊，中国的反应啊比较冷静。这天上午呢，这个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是林健。林健呢，他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啊，就说，他说中国啊不惹事儿不怕事儿啊，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我们奉陪到底。话呢算是说的比较强硬，但是后面也讲了，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大门是敞开的，要跟美国谈等等啊。当天呢，中国的商务部也发了一个记者谈话，他说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是对中国的讹诈，以美国对中国征收34%，中国对你也征收34%，这是维护中国自己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也是为了维护国际的经济秩序的一个正常举动，完全是正当的。同时也讲了，他说如果你美国要是一意孤行的话，中国要奉陪到底。但紧接着他就讲了，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啊，中美2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等啊，还是对美国有一点点喊话。而且呢，这一天大家可以关注到了吗？无论是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讲话，也包括商务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讲话，都没有讲到中国同步对美国进行再一次的对等报复。因为美国第一轮是34%，中国跟了嘛，也加了34%。第2轮呢，美国呢又加了50%，中国4月8号这一天没跟，所以当时给人感觉好像中国啊多多少少有点怂了啊。那么这消息又传回到美国了。4月8号这一天，那美国的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那美女记者就说了，他说啊，中国唯一正确的做法就赶紧给川普打电话，对吧？你要是不打电话，4月9号这午夜一过，我们马上就要对中国加征50%的关税了，你们看着办。结果啊，这时间呢又到了4月9号。4月9号这一天呢上午，林健仍然是新闻发言人的例行会议。当时很多人就问这个林健，说你们这个不是说要跟美国进行对等报复吗？那怎么还没报复呢？那没报复是不是中国你们现在是要跟美国谈呢？林健当时啊回答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怂，我们还是要跟美国接着干啊，但是其他的更多的信息不能告诉你。但是比较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就是4月9号中午的时候，人民日报的微博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都发了一个习近平的讲话。这习近平的讲话不是这次发的，是几年前他发的，但是话呢给人感觉意有所指。习近平就说了，中国人呐，这个不惹事儿不怕事儿，但是这个大风大浪遇到什么情况来，我们也无惧。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要争强搞，我们中国人也不怕。这段话虽然不是这次说的，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把习近平这个话放出来肯定是意有所指。所以这段话放出来的时候敏锐的人就意识到，中国在这一次关税大战过程中绝对不会轻易的妥协。
就这一段话，后来毛宁他在推特上也把这段话给转发出来了啊。紧随其后就是4月9号的下午3点，中国的新华社就发布了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战之间的这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上一次中美贸易战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发了一个白皮书这次又发了一个白皮书。所谓白皮书，就是遇到重大的国际事项，讲清楚一个国家政府立场的这么一个陈情信。那这个白皮书一共有2.6万字，6个方面内容还比较重要，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他第一个方面就讲他说中美这2个国家贸易大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到现在，经济发展双方都是获益的，说中国并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相反呢，美国你对中国的出口你看到吗？2001年一直到2024年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8倍，但是在这期间，你美国对全世界的外贸的增长只有1.8倍，那也就是说，你美国对中国的增长很多嘛，对不对？当然这里头他也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有意没有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多少事实上，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之后的2001年一直到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增加的就更多了大概从500亿增长到了将近5000亿，增长了10倍。那不管怎么样就中美这2个国家在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它的经贸往来确确实实是超速在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中国就说了，这中间双方都是获益的，你不能说这个过程中间中国占了便宜，你美国吃了亏，这中国不承认。当然了，我过前几天我也讲到了就是中美双方的这种说双赢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都安分守己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中国制造跟美国制造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所以其实自由贸易多边贸易本质上来讲不一定全都是双方共赢。那么这一次的本质原因就是中美之间发生了结构性的冲突但这个中国的白皮书并没有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中方就讲了，他说你2018年以后，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吗？发起了贸易战之后，中国跟美国也妥协了，达成了很多协议，中国一直在履行这些协议。你仔细查一查，你比如说你美国你指责中国你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那这之后我们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对这个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确实是保护上了一个层次还有你比如说你指责中国什么强制技术转让，我们中国都改了，我们都不搞了就这些包括中国对农产品那方面大门也敞开了等等，你看到了吗？这个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一直跟美国在保持着务实的沟通。言下之意就是你美国不义，我中国不能不仁你给我提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不都是派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去跟你们谈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中国就说了，他说美方你在2018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却一直违反协议。为什么违反协议你跟中国你也答应了一些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他说中国那山东，他说明明没有禽流感，但是呢你美方就不让中国的这些鸡出口到美国，那这是不像话，对不对？然后你又指责我们，说是我们中国因为放纵芬太尼的事情，然后你就给我们中国直接加20%的关税。他说我们中国这些年出口的芬太尼加起来一共只有7-8公斤，哪有芬太尼就是你美国在找借口中国跟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美方都没有履约，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中国就说了，中美双方都是加入 WTO 的成员国嘛，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履行 WTO 的这些规则。你就比如说降税，2001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关税15.3%，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已经降到了9.8%，这9.8%跟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关税比起来，那是9.4%，那已经相差无几了。我们已经履行的非常非常好了。中国政府也有一些补贴，但这些补贴我们都通报了 WTO， 很多国家包括你们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产能过剩说中国在倾销全世界在全世界倾销中国的产品。但是这个是无理之责，无理的指责。为什么呢？他说所谓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能它一定是不平衡是主要的，平衡呢不是常态，总是在这个过程中来完成各个国家的产业的调整吗？是吧？哪有什么产能过剩呢？中国不接受这种指责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5个方面，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损害双边的经贸关系。这里头啊，中国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最惠国待遇。所谓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就是 WTO 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给任何国家给予它的那个关税的优待啊，其他国家就自动也享有，这就叫最惠国待遇嘛。这个最惠国待遇是多边贸易体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呢，美国当时啊参众两院每年都要讨论中国是不是享有最惠国待遇，大家还记得吗？这当时89年之后啊，美国参众两院每年都否决，然后到了克林顿总统那个地方，他再把这个参众两院的那个否决再否决，最后呢，中国还是能享受最惠国待遇啊。但是那个时候，由于每年都要单独审议嘛，它就变成了中美双边关系中间非常不确定的一环。当然，中国加入 WTO 之后呢，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中国强调的是，最惠国待遇是中美经贸关系过程中间最重要的基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给动摇了，那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石就不存在了。那你想想，你对中国随便加关税，然后你跟其他国家的关税你不让中国享有，那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不就不存在了吗？你美国过去是一个多边贸易体系的倡导者，我们中国是参加者，那现在回过头来你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吗？而且你美国，你对这个 WTO 的原则你也违规啊。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01条款的调查，中国就到 WTO 去起诉美国呀。WTO 裁决美国违约，结果呢，美国说上诉，上诉完了之后，由于呢专家凑不到一起去啊，现在还处于搁置程序啊。事实上 WTO 的体系这几年也等于基本瓦解了，尤其是川普发起这个全球贸易战以后啊， WTO 还有啥用了？早已经这个分崩离析了。所以中国就说，你看我是遵守规则的模范生，而美国呢，你是一个规则的迫害者。最后一个方面，就中国就对美国温情喊话，他说中美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来解决经贸分歧。这个互利合作啊，它实际上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不仅仅对你们美国有好处，对全世界的范围也有好处。说来说去啊，这是6个方面啊。总的来讲呢，就表现的态度比较温和，给人感觉好像有点认怂。结果没想到啊，就是这个白皮书发表完之后的2个小时，就国务院的税则办公室就宣布啊，从4月10号开始，对所有美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啊，要再加50%的关税。此前不是34%吗？那加50%，那就是84%。那84%再加上原有的一些关税，那也过100%了啊！那中美双方同时双过100。当然了，我看了一下海关总署啊发布的这个公告啊，里面他也留了一个后门。什么后门呢？他就说，你现在这个船，如果你在4月10号之前就装船了，你运到中国，这中间不是有航期吗？有航期的话，这航期范围内的这个船，这个关税啊不加。你在5月13号吧之前你申报都可以。那说白了，这中间就说明中国也留了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档期，试图在这个档期之内啊跟美国进行谈判。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这船只要启程了，那这个中间这个关税就不加嘛。所以啊，就中方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是多多少少留了一个后门。但同时在其他方面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啊，比如说宣布16家企业也要进行出口管制。国务院的其他部委，比如说旅游局就说到美国旅游风险提示，教育部说到美国留学风险提示。为什么对美国的留学和旅游进行风险提示呢？因为中国啊此前都讲了，因为对美贸易啊它分为2个层次，实际货物方面呢，中国呢是顺差，但是在服务领域内呢，美国是顺差。也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人到美国去留学，到美国去旅游，这个服务业赚的钱呢，有很多是中国送过去的嘛。所以对美国进行旅游，也包括教育方面的风险提示，那言下之意，中国也有可能对这方面进行下手。你不要认为中国这方面做不到，是吧？双方实际上这个火药味就越拉越高啊。这等于这时候呢，牌又回到了美国手里头，对吧？那你美国加34%，中国加34%，美国加50%，中国又加50%。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啊，这特朗普啊，3个小时之内连发了6条帖子。首先他说，冷静，冷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我们美国一定会比过去更强大，更强大。我感觉他当时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啊，这他强压着怒火，
你想想，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到美国给他来拍马屁，当然这些国家都怕我，是不是？但唯独就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不服，对吧？那这是对美国绝对的不尊重，所以我估计他是强压着怒火。紧接着他就说，现在这个股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最好你们赶紧去买。然后他还把他自己那个特朗普集团的股票的那个代码 DGT 放到了后面。3个小时之后，他又发了一个帖子，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帖子，就是对中国关税由104加到125，其他70个国家啊，他们那个关税啊，此前的那个谈判呢，不管是加多少，现在都不加了，90天的宽限期。同时呢，在这个期间10%的基准税率。怎么看啊？川普这一系列的操作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川普啊，这次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呢，确实不太理智啊。你看中美这2个国家的元首啊，现在都是情绪驱动型的，这种情绪驱动型啊，它导致的外溢效果让世界这些其他国家在买单。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啊！你比如说川普，他现在说了，他说中国是对国际秩序的不尊重，所以要给他加到125%。其他国家都是跟我们要谈，我们这声音要听，所以呢，我们呢就暂时90天不加了。那这话显然是说的是假话啊！因为中国跟美国拉高调门，直接对抗，欧盟也没怂啊。欧盟在4月9号的时候就宣布对美国也要加征25%的关税啊。那美国为什么不对欧盟进行报复呢？马上给欧盟加50%呢？加拿大也对美国进行报复啊，要从美国所有出口的加拿大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啊。那美国为什么没有报复加拿大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听美国的了，而是他就咬准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嘛。这是第一点啊。那关于这个对中国的报复啊，我看到的也有一些分析啊。我个人认为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他最近几天搞的这个政策啊，出来之后也把他自己吓坏了。他也说了嘛，他说现在市场反应有点过度，对吧？大家冷静，不要这么搞，跳得太高了，是吧？但实际上这几天美国的股市啊，跌掉了将近10万亿美元了啊！这1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1/3了。那股市里头一片哀鸿遍野呀，那各种各样的压力巨大。他们的领导班子里人不就说了吗？最近几天天天接到的电话啊，那已经数量都已经爆棚了。包括马斯克也不干了，马斯克跟他制定这个关税的那个人，双方都吵起来了，吵得非常凶啊。马斯克就认为这种加关税这是非理性的，互相怼啊。那个人说马斯克是一个组装汽车的，马斯克说那个人是个笨蛋，双方撕得非常难看。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本身在川普集团内部也遭到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争论。所以呢，可能利用中国现在态度比较强硬，就坡下驴，就把这个事情啊给放弃了。这是一种可能啊。第二种可能就是啊，这川普他最近这个瞎折腾啊，我个人觉得啊，他没准他们这个集团内部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牟利。为什么呢？你想想，川普说现在这是一个买点，然后他把自己的代码放上去，这啥意思啊？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啊，你怎么能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然后呢你就把你自己集团的股票账号放在那儿呢？有人给他统计了，就川普当时发这个帖子之前，特斯拉的股票啊，一开始盘前是下跌4%，结果在他发帖之前呢，就涨到了2%，然后他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呢，就涨到了6%。后来等到2个小时之后，他说对中国加征120%，其他国家都先停止的时候呢，特斯拉的股价一下子涨到了22%。你说这个消息有没有提前泄露啊？那为什么在他发帖子之前那20分钟，那特斯拉的股票就开始涨了呢？假如说这个过程中间有人利用这个消息牟利，那这不是就是操纵市场吗？那川普他们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劣迹啊。那你想想，他此前就是给市场上发币的，就这样的一个家族，我个人认为他存在着这种操纵市场、为自己牟利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三，那川普前几天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吗？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都是在对美国强奸，都是在对美国抢劫，这是他说的啊。那你一夜之间，你都把这些国家的关税你都又不加了，那你就是容忍其他国家对你美国继续强奸吗？继续抢劫吗？对不对？那你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呀？哪句是假的啊？那你有人就是他自己的团队就说了，他说那都是谈判策略，不是不能当真。那你贵为一国总统，你说的话如果大家都不当真，如果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谈判策略，那你想想你还有什么信用啊？
应该说我们平时做节目对习近平啊、对中国啊批评的挺多的啊，但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他不占理。人家新加坡的那个总理就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之间是盟国，大家是朋友，而且新加坡对美国有逆差，对不对？按照你的道理来讲，你应该是0%，对不对？你从哪个角度你能讲清楚这个道理啊？所以在我看来，川普的这一轮的这个操作啊，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他都不占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现在啊，全球贸易战变成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这种情绪对立啊。那么假如说中美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真的就脱钩了，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现在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产品中间，主要是什么呢？第一大项的是手机。手机因为大量的 iPhone，90%的 iPhone 其实都是在中国生产的。紧接着7%呢是电脑，3%呢是电池。这些电池主要是给那些生产美国的电动汽车搞的电池啊。然后玩具占2%，然后包括电信产品占2%。那么这些产品，你说真的都能转移到美国进行生产吗？中国国内最近这2天也算了一下，说一个 iPhone 手机啊，就是 iPhone 16啊 Pro 256G 的啊，在市场价大概卖1100美元。那么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不到600美金啊，差不多一半这样的。那假如说你这些东西全部搬回到美国，你美国如果对其他国家也实行高关税，那其实你也省不下钱。iPhone 是全球供应链才能够生产出来的嘛，算来算去，说一个 iPhone 手机大概要增加300块钱的成本，还不算美国那些工人吊儿郎当的能不能做呢啊？所以这件事情对苹果公司的打击巨大，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苹果公司这几天的股价跌惨了啊。那反过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大豆9%，飞机呢是7%，飞机啊、发动机啊，这个中国没办法啊，你波音也好啊，空客也好啊，中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啊。第三呢就是一些石油啊就4%，还有药品呢是3%等等啊，这些对于中国来说也蛮重要的。如果你要不从美国进口波音飞机，不进口那些发动机，那你中国这些东西你要全靠欧洲也不行，因为对于那些公司来说，你生产的排期都排到4、5年以后才能给你交飞机呢，不是说你今天你就给他下订单，1个月以后就能给你把飞机生产出来，不是这样的。现在空客和波音这2大飞机的订单都排到了10年之后，所以啊，如果中国完全跟美国彻底脱钩，那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农产品本身呢，你说这个巴西啊、智利啊这些能不能替代？能替代是能替代，但是产量跟不上。中国现在进口的大豆一年6000多万吨，你想想这些大豆啊，你如果美国不向中国出口的话，你靠巴西、智利这些国家，它跟不上这个整个的供应链。所以啊，确实中美2个国家，它如果要是完全脱钩的话，整个世界的经济可能要陷入到一个长期衰退之中，确确实实对中国和对美国都没有什么好处啊。第3个方面我要讲啊，就川普这次搞的这个全球贸易战我个人觉得他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点像一个全世界对美国的服从性测试。你看他那天面对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现在这些国家都过来给我拍马屁，都排着队了，到来找我们谈，打电话，他感觉这个非常爽。然后呢，这个朝令夕改，一开始说加50%给那莱索托那样的国家，柬埔寨加49%，以色列这个跟他去谈，那谈来谈去，那17%他也没取消啊。结果中国由于加关税之后，他一夜之间就把那些人全取消了。那你说，那中国跟美国较劲，他为什么要把其他的国家都取消呢？这不就是朝令夕改吗？所以他很有点这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感觉。那这过程中间，他完全没有可预测性，他就是想看你们对我美国是不是服，你服不服？服了的话，那我可能就给你好处；你不服的话，我可能就收拾你啊。但是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规则它极大的破坏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道德力量。你要知道，美国在战后也包括战前之所以变成了一个全球的领袖，那靠什么？2战期间，美国原本置身于事外，但是后来由于这个珍珠港事件加入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最后带领盟国打败德国和日本，所以他拥有非常高的道德感召力。所以你看2战期间那些集中营看到美军来的时候，大家都把美军当作解放者。那包括战后
美国对这些所有的战败国所有的赔偿都不要了，然后还制定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帮助日本重新振兴，那不就是建构了美国在战后体系中间的国际领袖地位吗？但你现如今呢？你美国现在搞的这个服从性测试，这是一个专制国家经常有的，不像是一个民主国家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所以在我看来啊，这种服从性测试啊，对整个美国的国际形象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不知道啊，很多人在意不在意啊？美国的这种国际形象，从我内心来讲，我是非常在意的。我们这一代人呢，从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把美国当灯塔嘛，因为美国呢，它不光是有非常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有一部非常好的宪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间，它真的有坚守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一定非得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而是以美国的宪法所呈现出来的人类文明的那种前进方向为基础。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啊，这样一种道德观不见了，有的只是美国第一，有的只是美国优先，甚至有的只是川普优先。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我承认呢，就美国跟今天的自由贸易啊，也包括多边贸易体系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说，多边贸易体系啊，在劳动力不能自由转移的情况下，长期的贸易逆差的确未见得是双赢的。尤其是当中国的产业升级，然后呢，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之后啊，它还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的逆差问题，它可能就是这两大国家在综合国力的较量过程中间，终于到了一个交汇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我认为可以理解。但是啊，可以理解，不见得说你所有的出牌都可以用流氓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嘛。那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就说了，要跟中国斗，可以采取一切的措施，比如说中国现在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都不排除有可能把它摘牌。那你想想，你美国如果这么做的话，你其实伤害的仅仅是中国吗？那美国社会在全世界的那营造的法治的形象，那还存在吗？那中国几十家在美国上市的这公司，你通通就给摘牌了，以后谁还敢到美国去上市企业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那可是杀敌8000，致损10000呢。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合理的做法是，你要苦练内功，你要看一下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美国那么多工会在无止境的内耗，美国的那些过度的那个市场监管导致了效率低下，整个的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啊，也包括啊这个国家治理的方面，对制造业都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没有改善之前，你就算是把关税加到天上去，美国的制造业也没有什么希望。缘木求鱼啊，通过这种所谓的跟全世界打贸易战的方式啊，希望能够重振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相反消耗的只会是美国的国际信用，甚至不排除还给中国这样的国家制造更多的重新发展起来的机会。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clock, we're putting a 50% tariff on above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on.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hope it'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I have great respect. 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themselves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Then the tariff for Singapore should be 0. But still, we are being subjected to the 10% tariff. We are very disappointed by the US move,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deep and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No, one. We have one. Those are all yours.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go down,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medicine to fix something.